非常可爱、非常 Q 肉肉的圆圆的脸蛋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始动手操作吧。开始之前，我要先把底色打出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个小人儿会甲片上和纸上的线稿一起进行，所以说咱们先把底色打好啊。首先呢，我们在甲片上用这个炭烧酸奶白给它作为底色，这个颜色怎么去调，在前面的课程动物课或者是实用潮流款里面都有给大家讲过。这个颜色怎么调？所以说看过前面课程的应该都知道啊，用了大量的白，加上少量的黄、少量的红和更少量的黑啊，然后去调出来的一个炭烧酸奶白。你想让它的颜色就是说深一点、浅一点，还是软一点啊，都可以根据那红、黄、黑啊这3个颜色的多少来决定。所以说大家在调这种颜色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去加，不要一次性加太多了。好了，涂一层之后，我们拿去照灯，照灯时间120秒。底色刷好了之后，我们给它上一层水彩磨砂。水彩磨砂整甲全涂，不过呢不用包边啊。照灯时间同样也是120秒。好，不包边，照灯时间120秒。当然，在甲面上画的时候，我并不会把它整个画面都画进去，而是会就是说放大细节之后去就相当于截一个图、截一个空间这样子去画。所以说你一定要先确定好，咱们就是说，在甲面上它的面部，也就是它的头部，在整个甲面上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那么像这个甲片上的话，我想要在它的甲片中上的位置啊，都是它的头。当然，因为你在甲片上，特别是这个甲片，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短梯，并不是像其他的中长梯啊那种长指甲。因为如果说你想要显得可爱一点的话，当然短指甲它会更占优势一些。所以说，因为本身甲片就很短小，所以说在上面的话，画面我们更要控制的非常的小啊，它的面部大概就在我们甲面中间的一个位置。好，在开始之前的话，我会用到一个白色拉线笔，取白色彩绘胶，在这个图片上面啊，在这个图片上面，给你们看一下这张图。对，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截个图之类的，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那自己用这个方法去做，因为没有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软件，因为这样子的话，所有人都能按照这个方法去进行操作。好，把它的头部轮廓先给它描出来。好。就是把它头顶也画出来啊！我除了把脸蛋给它框了一下，头顶、颅顶也给它勾了一下，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按照它的发型来勾的，只是说从头顶这个上去啊，大概的一个头颅的趋势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在画头发的时候，肯定是要画来超出我们原本定的这个颅顶的这个高度，头发有蓬松感嘛。好，耳朵，好，一个半圆。接着再看一下，好，脖子中间这里并没有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擦一擦。好，它的脸这里是并没有画完的。OK， 脸型的轮廓确定完了之后，来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小人它的脸型就确定出来了呢？这个线条，然后我在纸上面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拿一张纸出来。当然，我们在图片里面把这个它的面部以及头部这里的轮廓线扩出来了之后，我们需要在纸上面先练习一遍，并不是说直接就让你上甲片去画了啊。来，首先我们来解析一下，就是这种 Q 版人物它的一个头部轮廓，我们应该怎么去画啊？这个胶。好，首先 Q 版人物的话，我们去定一个正方形。好，正方形这个4条线，4条短线上下左右，中间一定是一个正方形，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这个间距你要尽量保持在一样的一个长度和高度，这样子才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呢，把边缘这个转角的位置线条给它连接上来，好，围成一个圆。你倒是不用去完整的画一个圆，你只需要这样微弱的把线条一带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圆形就好了，微弱的这样把线条一带，并不需要你画的非常的标准并不需要。然后呢，我们再去定出它的下巴的位置。好，在下方可以稍微画短一点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中间1、2、3、4，好5，大概的话就是把这个圆的类直径分成5份然后每一份的这个宽度正好对应的就是我们下方多出来的这条线。也就是说，在这个球体之外的这个空间
球体之外的这个空间大小和整个圆儿它的一个直径就是一个6份嘛，比如说这边是5/6这边就是1/6因为把圆的直径分成了5份然后这一份超出这个圆外体的这个线条的间距正好是它们的1/5，能理解吧？好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因为这个它的头型呢，并不是说画一个正面的 Q 版人物，我们是要去画一个侧着脸的45度角侧脸的 Q 版人物，所以说我们在定它的眼睛，就是面部的中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去画一条直线不能只画一条直线，而是去画一条弧线因为这里并不会画它的身体，我们只会去画它的面部，所以说它的中轴线就并不是一条垂直的直线咯。如果说是画正面脸的话，咱们就是中间就是垂直的直线；如果说是45度角侧脸，它往这个方向转头转过去那么这根线条就要往这个方向稍微往外凸一点成一个弧线，然后呢再去把它的下面就是面部或者是一些面部五官鼻子嘴巴这些的空间给它定出来，然后看一下图片当中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当中它这个地方眼睛的地方是在这个凹槽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图形上面比成一个完整的圆的话记住它的眼睛是在这里凹进去的地方。好，来我们来关掉。如果说它的眼睛在凹进去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就说明这条线是在这儿的。那么结合上它的这个颅顶，结合上颅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圆儿在什么位置呢？这个圆儿它的一个下面的这个弧形过来之后是从这儿接过去的。对吧？上面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圆形，而刚刚我们定下来的这条线超出圆形之外的这条线才是它的哪里？才是它的下巴的位置，是不是？所以说它眼睛的位置在哪里呢？眼睛的位置其实在靠近圆的底部这个位置给它勾出来。好，眼睛的位置在靠近球体底部的位置。好，这样子去画一个 C 弧。好，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画眼睛的部分了，上面全部都是它的头颅它的额头、头发呀这些颅顶这些，所以说大概知道它的面部在哪里了吧？如果说要画 Q 版的人物，它的面部五官的位置就是从这条线再到这条线，鼻子、眼睛、嘴巴、下半边脸全部都要挤在这个空间里面，头大的，脸小一点的这样子才会显得可爱。好了，接下来我们去给它把面部给它扩充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侧脸的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去画的时候，把这边的直线辅助线画出来。我们在去画的时候，眼睛既然在这个位置，记住眼睛在这个位置的话，咱们这条线就要稍微往内凹，就不要去画直线咯，这个地方。好，眼睛这条线稍微往内凹，贴着球的这根线贴着咱们这个球体这条边线这个球体的边线我画的很虚，大概能看出来吧？好，在这个位置去画一个内凹的微微内凹的弧线。然后呢，再连接上它的脸蛋儿，过了这条线的位置过了这条线的位置，咱们把它的脸蛋儿连接上胖胖的一个转弯 C 弧下来，当然等一下脸蛋可以再上去一点好，然后这边如果说没有画它的脖子的话，咱们这个线条应该要画到这边来连接到这条线上面。当然这里其实画的有一点点脸蛋画的有一点点大了，咱们再小一点点。好，把眼睛这条弧线先画小一点不要超出这根线太多，比如说定1号线、2号线不要超出2号线太多，就这个位置。好，然后紧接着从这边转一个弧度下来线条都是往外扩的，尽量不要往内收，也不要画直线因为这里是一个很 Q 的 Q 版人物，脸蛋圆圆的、胖胖的、肥肥的，就是那种婴儿的感觉。所以说咱们画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这种弧线往外扩的弧线，不要去画出那种就是非常凌厉的直线或者是往内凹的线比如说这样画着就变直了，或者往内凹了就画成这种感觉了就不行，就整个它就是一种胖胖的感觉，明白吧？那就这种胖嘟嘟的小孩子的那种感觉。好，然后这边找到咱们的一个尾这条线就是1号线，1号线和下方这条线搭着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它下巴的位置，它下巴的位置在这儿，但是呢肯定是要被肩膀这个地方挡住的，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肩膀然后这条线微微画出来就可以了，倒是不用连接过去然后这边就直接连到耳朵根那里去，一个 C 弧，记得一定要画的圆润哦。一定要画的圆润哦，千万不要画出来就是短了一截，你这个线这个 C 弧一定是要连接到这个圆的这个边线上去的
明白吧？就是这个圆一定是这个线一定是要朝着这个圆儿的边线这里去，而不是说你看到时候你这边画出来好，然后你这边收早了，收到这儿了，然后它头型是这么大，你是不是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这条线就是它的这个是，比如这边是左脸，这边是右脸，那它右脸这边C 弧连接上去，要往这个后脑勺这个上半边的这个圆形的这个边线去，能理解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咱们给它把耳朵也画出来。耳朵的话，我们可以也画一个 C 弧，但这个 C 弧有一个特点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就是说很标准的这种 C 弧，而是上宽下窄这样上宽好收下来，也打个勾勾这样子的一个 C 弧好，这个是耳朵的画法这下面这里是小耳坠，然后上面这里是大耳廓。明白吧 ？OK， 接下来我们去把它的这个额头的话，如果说你要画出它的额头的时候，这根线 C 弧就得贴着这个，就贴着这个圆儿，贴着这个圆形的弧度上去。基本上这个小可爱它的脸型就已经出来了。这一步一定在纸上面先跟着我过一遍就是你可以就是说自由的随意的去画出这样子一个脸蛋的时候不需要在甲片上去画一些就是说辅助线的时候，那么你才可以自由的行动。头顶可以画虚一点，因为等一下是要加头发的。好，你看就是这小孩子的一个头颅是不是就出来了？甚至它其他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再去画比如说脖子的地方这些等一下再去画。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先把它头颅的位置勾出来，接着把它的其他地方再依次逐步的去画出来。如果说我们想要让它的这个脸蛋儿更短一点的话，那么你到时候画就是眼睛的这块，那你可以再稍微往下一点。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让它的脸蛋儿再窄一点的话，那这个弧线就这个线可以再长一点，往下凹一点，然后脸蛋儿这里再窄一点收过来。好，肩膀在这儿。好，就头颅很大的那种。那你看，就这里它的脸蛋就会被压缩的更小一些，就没有这么胖，就没有这么胖。好，接下来我们在甲片上去进行操作。当然，甲片上操作的时候，如果说你要画辅助线，也可以。不画辅助线的话，必须得在纸上面练习多次之后能够完整的表达出这个轮廓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甲片上画就不用画辅助线了。如果说还不能够掌握的时候，需要在甲片上去定一点线条或者点来你就是把它的形态找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的去画辅助线。颜色的话，我会用到这个肉粉色，取到调色盘上，好，然后在这个肉粉色里面加入白色。好，加入白色进去，将颜色调浅，就调成一个粉粉嫩嫩的颜色。好，做好了之后因为颜色浓度也比较高，大概在接近一个牛奶浓度，所以说不用担心。在甲片中间定好它的五官，中间去定线条。好。到时候这样子出来之后，它的脸蛋会有点在甲片下方了，所以说，对，上面这个线定的是它的颅顶的位置，重新来，上面这个线是定的颅顶的位置，好，眼睛的位置，甲片中间，好，定一个差不多一样的宽度，这样子去看一下，好，这个才是一个近圆形。好，近圆形，然后再定出它下巴的宽度。好，这边画线进去，小脸蛋儿，
水果雷，好，这边耳朵 C 弧，好，中间颜色填充上。好，脸蛋的位置，脸蛋的位置定出来了啊！你不要忘了，它还有脖子啊，到时候这个地方，手臂、脖子啊，倒是没关系啊。咱们先把这个脸蛋的部分定出来。好，先去洗一下颜色吧。好，我们中间要先洗一遍颜色啊，因为你在画完之后你会发现颜色是很浓稠的啊，是为了让甲面把能挂住的颜色咱们先挂住，然后现在洗笔、亲笔控水在中间进行洗色的目的，只是把多余的漂浮在甲面的颜色洗掉，而下方薄薄的一层已经在甲面上挂得非常牢的这一层才是它的真正的肤色啊，因为下面这一层很薄，再结合上底下的这种白色，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话会更加的自然，中间洗完之后的这个肤色会更加的自然。还有就是等一下我们就是在上面去画五官、眼影、腮红啊什么的啊，在进行揉边或者是洗色的时候，不会被下面的肤色所影响。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在上面加一个颜色，我这样子去一洗啊，比如加个黑色，跟这个肉粉色一混啊，因为水彩遇水就化，那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的脏。但是中间我已经洗过一遍的颜色啊，它这个已经是已经是粘在甲面上了，这层颜色已经洗不掉了。那我在这个上面再去进行洗色呀，或者加其他颜色的时候，下层的那一层薄薄的水彩不会被笔上的水影响到，也就是说就不会改变到后面我们加的颜色，这是其一。第二的话，是因为洗完色之后，它的头型会变成更立体的一个状态，平面的状态它是颜色是均匀的。但是如果说有高光面啊，有深色区阴影面周围一圈，然后它这个面部头部才会变成一个圆，就是立体的圆，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圆。为了增加轮廓周围的阴影，好，安静的去洗一遍。好，多余的颜色你可以带走啊，擦到纸巾上洗一下，擦到纸巾上。好。好，带走，擦到纸巾上。大胆的去洗色就可以了。一定要把中间的颜色清洗均匀。中间画五官的地方、脸蛋的地方的颜色一定要洗均匀。啊，要么就是用笔带走，要么就是往四周边缘去推啊，往深色区去推。耳朵这里。好，把它这个位置是肩膀的位置，这个地方也可以把颜色洗一点点，洗淡一点点，留个开口。留开口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等一下我们好填其他颜色。好，好，最后一次清洗它的中间颜色。对，这次大清洗可以压笔侧推，大面积的铺开，那也是为了大面积的铺开，也是为了颜色更均匀。你用笔尖一点点的去拉，很难去保持均匀的，因为笔尖接触面积实在太小了。反而会留下划痕，这样压笔大面积的去侧推，反而颜色会更容易被带均匀。好，头部的位置咱们已经画好了，接下来看一下，还有其他哪一些地方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是它的小脖子，带着花边，脖子的这个轮廓线勾一下，手臂的位置，当然得要画一点手臂出来。当然，我们等一下在甲片上可能画比较完整的啊，但是是一定会露一点出来的，所以说要去画。好，关屏幕。那这个时候
就其他的皮肤的地方咱们也定出来了。其他皮肤的地方定出来了，在哪个位置呢？我在旁边这里画一个小一点的啊，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完善这个图案。好，我们刚刚在甲片上把头部这个轮廓画出来，然后呢，现在它脖子上这儿。脖子上的线条往下斜，这样子短短的一个是他的脖子，但是因为他手是耸着肩的，所以说，这一块是直接从他脸蛋的这个地方，衣领的地方是直接从脸蛋这个地方好延伸到这边，袖子的这边。当然，因为袖子的话，我们画虚弱一点啊，因为现在还没有画到袖子，只是在填肤色的位置。好，然后袖子的这个位置。就要去画他的手臂，手臂就在离衣领不远的地方啊，离衣领不远的地方，正好就他的手臂上面是一个微微的往外弧的，因为卡通小人他的手嘛，他一定得是那种胖胖的，又短又胖的感觉，所以说咱们要去给他线条一定是往外弧的，而不是直接画直线。像之前我们画一些小姐姐都是这样子啊，画这种蝴蝶臂，对吧？画直线啊，只有关节处转弯的时候才会去画一点就这种。轮廓啊，对不对？就咱们今天画的是一个可爱的小人儿，所以说他的手是那种像莲藕一样，就是又短又胖的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当然，我们要在关节处加上一些，对，比如说这一半的位置啊，就这个突出去的地方，这里啊，刚刚出袖子这个突出去的线条这一块儿，咱们是要画它的关节处。那么你就关节处这里画一个椭圆，好，然后把线条连接过来，好，往下。比如小手如果要画出来，大概就这样子，好，将手臂的线条画实一些，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看又短又胖的小手，就手它也不是说就这样直来直往的，你的手它也是会有，对吧？有粗有细，关节处粗一点点啊，线条的一个变化，从手臂到手腕这里变细啊，但是要在这么短的一个线条上面去画出，就是说这么自然的线条变化，那肯定就是需要辅助到一些。基础线条，那比如说你想画小人的那种短手臂的时候，就手臂它就是这样子连接着，好，中间连接出一个这种关节处嘛，关节处因为手是圆的，所以咱们这里画了一个椭圆啊，然后这里是它的另外一个，然后为了表现它的手，到时候为了表现它的手。得是有一些线条变化，所以说咱们给它演变成什么样呢？线条是往内收，对，微微往内收，整体的话它是得要从宽变窄这样子一种趋势。然后再经过中间这个椭圆形的时候，好，咱们把这个椭圆形画出来，然后在椭圆形下方又画一节，对应这一节啊，对应这节小手臂，又画一节，这样收窄，好，这个位置，然后它的小手，就这样，然后把线条画的柔软一些，往外蓬一点点，加实。这个关节处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的往外凸一点，就表现一下它的关节处这种线条。好，再把它的小爪子表现出来。就是小爪子的话，咱们可以就简单画一画就可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胖手。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一般我们画纤瘦一点的，那你就要，对吧？线条打直线或者往内凹，就不像刚刚这个得要往外凸。就画的很长很细就这种感觉就没有这种短短小小的感觉了再给它加一些袖子这是讲它的手臂这块。当然我们肯定在甲片上是画不了这么多的画不了这么多的，但是你要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基础原理，取一点刚刚的这个裸色，好，去把它脖子那块填出来。好，这边是衣领下露出来的。你大概画出这个区域的大小就可以了啊，大概画出区域大小，看着刚刚你的纸上线稿的那个位置。好，手臂在它的衣领下方一点点，也就这个位置去画手臂。好，所以说我们确实画不了多少。
咱们重点是什么呢？五官的部分，头的部分。所以说你把主要部分定了之后，咱们其他的就根据所剩的空间大小来找它的比例啊。只要把整个画面当中主图的比例找准了，你比如说头。五官头部，你想要在假面上画多大？好，先把重要的位置定了，像肢体啊这些，或者旁边的环境啊这些，咱们都是在这个肢体的空隙处这些地方看能画多少，咱再画多少。OK， 手臂的位置也定出来了。当然，你这里只是大概的去画一下，因为就算是后续需要改动啊怎么样，完全还可以去叠色啊，还会被遮盖住，或者是直接擦掉，或者笔尖直接洗掉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里咱们只是大概的浅浅的，先把区域给它定出来，并不是说就直接这里就已经是要画到很标准的了。五官轮廓的一个变化还是要表现出来。你看，就是它脖子这里有一个，到时候要勾一个线条，我就会在轮廓上洗色的时候这里去留一块线条出来方便我们等一下找到它脖子的位置。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下一步要去画它的五官啦。下一步在面中间去画它的五官，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手机上面那张图片定它的五官。接着咱们把它的五官去给它定一下，比如说眼睛的轮廓，好，这边去画一个半圆儿。上眼线粗，下眼线细，上眼线长，弧度大，下眼线很短小，眼球。双眼皮，睫毛。你看睫毛，它是有一根是微微超出双眼皮的宽度，有后面一排是没有超出的不要瞎画长短。然后这边微弱的眼角。其实这样描一遍也是相当于对自己加强一下记忆，也是相当于练习一下，然后再到纸上画一遍，又是更精准的练习一下。好，双眼皮。眉毛可以勾一下但是倒是不用什么重点去勾，甚至你不画都行，反正到时候眉毛会被挡住，但这里露了一点出来，到时候画弱一点就好了。鼻子两个小点儿，看清楚这个点儿的长短以及它的一个方向是竖着的、斜着的还是横着的因为这个点儿就决定了你鼻孔大小、鼻子的轮廓大小以及就是你那个鼻子到底是朝天鼻还是小翘鼻如果说你像这旁边这个小点儿，如果说你画来斜着的话，它的鼻子就变成朝天鼻因为鼻孔太明显，所以说它这边这个鼻孔这里是很短很小的一个点儿，而且是有点近平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不要画错啦。小嘴，好。五官都位置定好了之后，来咱们看一下抠出来的线条，然后再到纸上面去过一遍，纸上面，咱们在纸上面呢，可以就是先在旁边找个角落旁边去先说一下它这个五官的一个细节。好，拿过来，五官的话，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眼睛一边长一边短，对不对？
眼睛的位置在哪条线上呢？我们看这边就是刚刚主图上面的这个定位啊，眼睛这边是在靠近我们这个区域啊，我们把这2条辅助线再画明显一些。好，看一下，然后眼睛的话就要画在这个辅助线的上方啊，这根2号线的上方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去画它的眼睛。这个区域画它的眼睛，然后这边而且区域要小一点点啊。又不能靠近这条线，也不能靠近这个边缘线，轮廓边缘线，轮廓上面这里要留一点点距离啊，这边也要留一定的距离。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线条的话，那么我们要画在中间位置啊，中间位置看一下这个距离，中间位置好，在这个位置，好，要比那边稍微大一些。好，大一些。也就是说要长一些，可以去看一下第一节课眼睛的结构啊，就这边要小一些，这边要长一些。那因为要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近大远小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其实画眼睛的时候，这里可以去加一条这样斜向的辅助线。近大远小，你把这2条辅助线一画出来啊，好，然后你在这个区域里面去画它的眼睛。然后这边这个区域，好，去画它的眼睛。那是不是就会有一种侧脸的感觉？然后你再把眉毛鼻子呀、小嘴儿啊这些画出来，那这就不是正脸的那种视角了，对吧？好，然后看一下它眼睛的一个细节啊，眼睛的细节这边我们在画的时候，它的上半边眼线。一个这样子的半圆 C 弧，但这个半圆 C 弧呢是眼尾明显，眼尾明显加粗啊，但这个线条并不是说这种粗法是整个粗，并不是的，而是往下眼睑走的时候变细，有一个小尾巴拉出来，好，慢慢的往眼尖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变细，对，就并不是说一味的粗到底，而是越往前越细。对，越往前越细，所以说粗的这个地方是在眼尾，明白了吧？好，然后另外一只眼睛的上眼睑的话，画一个还是半圆，但是弧度就不用这么窄。那这边的它的弧度 C 弧是这样拱起来的，但是另一侧的话，咱们就不用，另一侧这个弧度可以稍微放平缓一点，也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你把这条线明明是这样子的，你把这条线有一点点绷直了，就这种感觉。好，定出来了之后，还是眼尾粗，可以先从中间粗起来，好，往眼尾加粗，好，往眼前这里变细眼头细，眼尾粗，好，微微的画一根小线条过来表现一下它的一个眼角这里我们在画的时候往后加粗，粗到一定程度，咱们往下拉一个小尾巴出来之后粗到一定程度，咱们要拉一个小尾巴往下斜就表现它的眼角。这边眼尾拉一点出来之后，好，拉一根细小的线条，表现眼角。